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台湾当局是怎么样在绝路上越走越远，竟然讨论在岛上建立美国军火库的问题。4月25号台湾的伪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台湾当局正在与美国政府谈判，在岛上建立军火库。这样的话，一旦大陆发起武统，美国派驻军队到台湾，就有现成的弹药可以使用了。陈建仁说，自从美国国会批准2023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以来，一直在讨论这样的计划。至于建造的位置，可能在台湾本岛，也可能在某一个附属的小岛上。美国在台湾地区存放军火，这不是新花招。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在台湾就驻扎了大量的军队，长期保持在数千人。1958年，美国驻军人数达到了最高峰，有19000人之多，主要是空军战斗机或轰炸机部队、特种作战和情报部队。美军还一度在台湾部署过核武器，因此在台独反华分子们看来，重建美国的军火库似乎是顺理成章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美国要是在台湾重建军火库，就等于是正面挑衅一个中国的立场了。在冷战时期，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承认的是台湾国民党政权，所以才能用盟国的身份在台湾驻军或建设弹药库。那今天中国大陆才是美国的正式建交的对象美国如果在台湾建设弹药库，那就和驻军的性质是一样的。我们就必须要问一问美国，是不是还承认一个中国？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美国打算把谁当作中国人民的唯一的合法代表？从美国军方各级官员各个部门提出的台海战争的预想中，都没有直接驻军台湾的因素。美军考虑的是如何保住在冲绳或关岛的基地，重返菲律宾，在原有的5个基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个，主要用意是监视巴士海峡和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今天的解放军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火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消灭预定的打击目标。如果美军大量的向台湾进驻，甚至是规模化的集结，那解放军对送到嘴边的肥肉那是绝对不会客气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甚至是连最嚣张的美国的反华政客都不敢提议驻军台湾的问题。那战时美军就敢登岛了吗？那就要看解放军武统行动的意志和效果了。我认为这2个方面都不存在问题，所以美军登陆台湾这个问题只存在于假设之中。美国政府没有这个决心，美军更是没有这个胆量，来了那就是送肉上门。既然如此建设弹药库准备给将来进驻台岛的美军用，这根本就是个假命题。既然美军不会来，台独当局为什么还积极的推动呢？这无非是想用建造弹药库的话题，把美军和台湾当局捆绑在一起，把美军介入台海这种很不靠谱的事儿偷换成美军该怎么介入台海的概念。这和美国反华势力制造一中一台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美国早就公开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了，这种舆论环境不是1天2天造就出来的，而是长期渗透毒化的结果，引导的结果。现在台独势力想用类似的方法给美国驻军台湾寻找法理的突破点，以方便未来造成既成事实，让大陆不接受也得接受。目前虽然美军不敢公开规模化的进驻台湾，但是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反复的窜访台湾，以决策调研、学术交流、问题论坛等种种名目提升台湾的地位，淡化中国的主权，同时从台独当局的手里拿大把的咨询费，这只怕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且短期内会集中爆发，其中可能会包括退役军人、智库成员，甚至是国会的议员。趁着台湾还没有统一，台独势力还没有被清算，这些人捞一笔是一笔。但是随着祖国统一进程的加快，这些人兴风作浪的机会不会太多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